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我們每天看着鐘錶轉動，等車、上班、吃飯、變老，時間好像一直在那裡，安靜地往前走。他不問我们願不願意，也不會為任何人停下。可是，現在有些理論物理學家卻提出了一個近乎顛覆常識的問題：時間真的存在嗎？不是說鐘錶壞了，也不是說昨天、今天、明天只是幻覺，而是說，在宇宙最深的底層，時間可能並不是一種基本存在。它也許不是舞台，不是河流，不是推動萬物前進的隱形力量，它可能只是某種更深層物理過程產生出來的結果。就像溫度一樣，我們能感覺到熱，也能感覺到冷。但如果你把一杯熱水放大到分子層面，你找不到一個叫溫度的東西，你只会看到無數分子在運動、碰撞、交換能量。溫度是集體行為產生的現象。那麼，時間會不會也是如此？這不是玄學，也不是科幻小說的想象，它正在成為量子重力、時空理論和量子資訊科學中一場非常嚴肅的討論。今天我們要談的就是這個讓人不安卻又無比迷人的問題：如果時間不是宇宙的基本零件，那我們所謂的現實到底是什麼？故事要從現代物理學最深的一道裂縫說起。20世紀以來，人類建立了2套極其成功的物理理論。一套叫量子力學，它描述微觀世界，描述粒子、场、能量以及那些肉眼看不見的基本相互作用。另一套叫廣義相對論，它描述宏觀宇宙，描述重力、星系、黑洞以及時空本身的形狀。這2套理論都非常成功，他們通過了大量實驗檢驗，也支撐了現代科技和宇宙學的基礎。可是，麻煩就在這裡，他們對時間的理解完全不同。在量子力學裡，時間像是一個背景，它就像一隻放在宇宙外面的鐘，負責給事件標上刻度。粒子怎麼變化，能量怎麼轉移，波函數怎麼演化，都依照這個時間參數來描述。但時間本身不參與其中，它不會被拉長，不會被壓縮，不會被重力改變，它只是安靜地站在一旁，負責記錄變化。可是到了廣義相对論裡，情況完全變了。愛因斯坦告訴我們，時間不是背景，時間是時空的一部分，它會被质量和能量塑造。一顆恆星可以彎曲周圍的時空，一個黑洞可以讓時間變得極端緩慢。靠近強重力區域的鐘，真的會走得比較慢。也就是說，在廣義相對論裡，時間不是宇宙的旁觀者，它是宇宙結構本身的一部分。這就出現了一個巨大矛盾：一邊說，時間只是外部參數；另一邊說，時間是可以彎曲、可以變形的物理結構。那麼，如果我們要建立一套真正完整的宇宙理論，把量子力學和廣義相对論統一起來，時間到底該放在哪裡？答案比想象中更詭異。1967年，物理學家約翰·惠勒和布萊斯·德威特提出了一個方程式，試圖描述整個宇宙的量子狀態。這個方程式後來被稱為惠勒·德威特方程。它最令人震驚的地方是，在這個描述整個宇宙的方程裡，時間不見了，不是被忘記了，不是科學家故意刪掉它，而是在數學推導中，當宇宙被看成一個封閉的量子系統時，時間自然消失了。這一刻，物理學遇到了一個非常深的問題：如果描述宇宙最根本狀態的方程裡沒有時間，那麼時間還能算是宇宙最基本的東西嗎？這就像你想寫一本描述海洋的書，結果發現最底層的公式裡沒有水流這個概念。那麼，所謂的流動，會不會只是大量水分子集體運動後，
從宏觀尺度上浮現出來的感覺。時間，也許正是如此。近年來，量子重力研究讓這個問題變得越來越尖銳。有些理論認為，時間是湧現出來的，也就是說，它不是底層存在，而是由更深的量子結構產生。有些理論認為，時間是關係性的，它並不是獨立流动的東西，而是只在系統與系統互動時才出現。還有一些模型認為，時間不是連續的河流，而可能像影像的幀數一樣，是離散的、分段的。甚至有些更激进的想法認為，在現實的最深層，根本不需要時間這個概念。這聽起來非常反直覺，因為我們的一生明明都被時間包圍。孩子會長大，頭髮會變白，照片會泛黃，一杯熱茶會慢慢變涼，打碎的杯子不會自己恢復原狀。我們經驗中的世界明明有前後，有因果，有不可逆的方向。那麼問題來了，如果时間不是基本存在，為什麼它看起來如此真實？為什麼我們會如此清楚地感覺到時間正在向前流動？這裡就要談到時間之箭。物理學中很多最基本的方程其實是時间對称的，也就是說，從數學上看，把時间往前推或往後倒，方程依然可以成立。在微觀層面，許多物理規律並不明確區分過去和未來。可是，我們的生活完全不是這樣。雞蛋會被打碎，卻不會自己跳回蛋殼；墨水滴進清水，會慢慢擴散，卻不會自動聚回一滴。人會老去，記憶會累積，傷口會留下痕跡。我們看到的世界有方向，這個方向通常和熵有關。熵可以粗略理解為系統的混亂程度，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一個系統可能狀態的數量。在一般情況下，熵會增加，有序會走向無序，集中會走向分散，可逆的可能性越來越小。這給了我們一個明顯的時間箭頭。可是，熵能解釋方向，卻不能完全解釋時間本身為什麼存在。它告訴我們，為什麼事情看起來有前後，卻沒有真正回答這個前後到底從哪裡來。於是，量子物理提供了另一條線索。在量子世界裡，有一種現象叫量子糾纏。兩個粒子一旦形成糾纏，它們之間就會出現一種非常特殊的關聯。這種關聯不完全依賴我們熟悉的空間距離，也不像普通物體那樣按照經典因果關係運作。這讓一些物理學家開始思考，也許時間不是先存在，然後事件在時間中發生，也許恰恰相反，是事件之間的關聯、糾纏和資訊交換，慢慢編織出了我們所感受到的時間秩序。換句話說，時間不是容器，不是一條早就鋪好的道路，它可能更像一張網。當物理系統彼此互動，資訊彼此關聯，因果結構逐漸形成，時間感才從這張網中浮現出來。這就像一部電影，我們坐在熒幕前，看見故事一幕接一幕推進，有人相遇，有人離開，有人衰老，有人死亡。我們覺得故事在時間中流動，可是对於整卷膠片來說，每一格畫面都已經在那裡。所謂的流動，是觀看方式帶來的經驗。當然，宇宙不是一卷簡單的膠片，但這個比喻能幫我們理解一點：我們感受到的時間，可能並不是宇宙底層最基本的東西，而是觀察者處在某種結構中時產生的經驗。其他前沿理論也在把我們推向相似的方向。圈量子引力認為，时空本身可能不是平滑连續的，而是由更微小的量子几何結構組成。在這種觀點中，我們熟悉的空間和時間
可能都是從更底層的量子網絡中湧現出來的。全像理論則提出另一種令人震驚的可能：我們所處的高维时空，也許可以由更低维度的資訊結構来描述。也就是說，時空可能不是最原始的舞台，它可能是一種投影，一種由資訊關係生成的宏觀圖像。還有一些基於資訊的理論，乾脆不把世界看成物體在時間中運動，而是看成一張龐大的關係網絡。在這張網絡裡，最基本的不是物體，也不是時間，而是關聯，是資訊，是系統之間彼此影響的方式。如果這些方向是對的，那麼我們對宇宙的想象就要徹底改寫。時間不再是宇宙的底层地板，它更像是一種高层现象。就像水波不是单个水分子的属性，卻真實存在於整片水面；就像聲音不是單個空氣分子的東西，卻能被我們聽見；就像溫度不是單個粒子的標籤，卻能燙傷我們的手。時間也許也是這樣，它在經驗上真實，在生活中真實，在宏觀世界中真實，但在宇宙最深的結構裡，它可能不是基本零件，而是集體行為產生的結果。這個想法一旦成立，影響就不只是在物理學裡，它會改變我們對因果的理解。我們通常說，原因在前，結果在後。可是，如果前和後不是根本概念，那麼因果關係可能也不是絕對的，而是依賴於系統之間的關係結構。它也會改變我們對宇宙起源的理解。我們常說，宇宙大爆炸是時間的開始，但如果時間本身是湧現出來的，那麼大爆炸也許不是時間從零開始的瞬間，而是某個更深層、非時間性結構中的邊界條件。換句話說，問題可能不是宇宙在時間中的第一秒發生了什麼，而是為什麼某種沒有時間的底層結構會產生出一個讓觀察者感受到時間的宇宙。這個問題遠比想象中更深，它讓我們重新思考變化，重新思考存在，甚至重新思考現在到底是什麼。我們一直以為現在是一個正在移動的點，過去已經消失，未來尚未到來，而我們站在中間，被時間推着向前。但在某些物理圖像中，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區分，可能只屬於宏觀觀察者的經驗。在更深的層面上，現實也許不是一條正在流動的河，而是一種更完整、更複雜的結構。當然，這並不代表科學已經證明時間不存在。這一點必須說清楚。我們的鐘錶仍然有效，相對論的時間膨脹仍然可以測量，量子力學仍然需要時間參數來描述實驗結果。日常生活中的因果順序也不會因為某個方程而消失。真正被挑戰的是，時間是不是宇宙最底層、最不可再分的基本元素？目前，科學家還在尋找更清楚的答案。未來的研究需要建立能夠檢驗的模型，這些模型必須解釋時間如何從量子關聯中湧現，時間之箭如何在沒有基本時間流的情況下形成，資訊、糾纏和時空幾何之間到底有什麼關係，以及量子重力理論能不能給出可觀測、可驗證的預測。這是一場非常艱難的探索，因為它不只是修補一個公式，它是在追問現實的底層語言。過去，我們以為時間是宇宙的舞台，所有星辰、生命、記憶和死亡都在這個舞台上展開。可是現在，物理學開始提出另一種可能，舞台本身也許是演出的一部分。時間不是承載萬物的背景，時間可能是萬物關聯之後浮現出來的影子。如果真是這樣，那麼宇宙比我們想象的更加陌生。我們不是生活在一條天然存在的時間河流裡，我們可能生活在一個由量子關係、資訊結構和熵的方向共同編織出的現實之中。我們所感受到的每一秒，
每一次等待，每一次回憶，每一次老去，也許都是宇宙深層結構在宏觀世界中投下的痕跡。所以，真正令人震撼的問題不是時間为石磨流逝，而是如果时間并不流逝，那麼正在流動的究竟是什麼？理解這個問題，也許會改變我們對宇宙的理解，更可能改變我們對現實本身的定義。